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看国服的先锋大战。有一位玩家拥有 7.29 亿战力的，居然被囚笼了，而且被集结。那其实，在国服集结这种高战力的玩家是比较普遍的，反而在国际服很少见。甚至我在之前有介绍过国服发生的一件事情，叫给他忽悠走事件、猫宝事件，也是拥有8亿战力的玩家，他们也是集结。今天这位玩家是来自第8区的老头。在之前登峰造极的时候，我有介绍过这位老头，并且在之前我会认识老头呢，是因为他们跟466在打这 KVK 的时候有太多他的账号了，所以我对老头的印象其实还蛮深刻的。那这个账号看战力应该是他的主账号，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国服的玩家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以目前的情况来看，集结方是使用了亚述巴尼巴搭配炮王开的集结，然后驻方是用戈尔戈搭配菠萝头。那游戏画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其实集结方是有在后面刷 buff 的，你们可以注意看后面的队伍是有在动的，但是这个画面是没有显示到的。然后老头是已经拿了一个国王头衔，避免再被敌人锁第2次，并且在画面上我也是有补充到了每一次点开他的城市战力有掉了多少。当然国服也不是每一个王国都敢去打7亿战力的玩家，这个是因为他们打的是先锋王国，而且也是因为这个老头应该是随机牵程，刚好就飞到对方的领土上面。你们可以看到后面有一根旗帜，各位可以看到附近有黄色名字的城市。以白字来看，目前他在接集结的时候，白字还算是比较低的，有持平或者是比较低的情况，所以严格来讲，他这份报告应该不会太亏才对。集结方也是准备很充足，除了 buff 之外，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有派一些一兵部队去城市旁边，触发 AOE 的递减效果，减少伤害。老实说，国服跟国际服做比较的话，我看过国服有很多次开这种类似囚笼的集结，都是做的比较好，都准备的还蛮充足的。你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号召力了，附近全部都是部队。老头的囚笼还剩下2分40秒的时间严格来讲他是可以飞走，但问题是现在集结正在进行，如果城市正在集结当中是没有办法牵程了，只有城市在被围殴的情况下才可以牵程，所以像他这样子战力太高的玩家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只要敌方的集结还在持续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跑掉各位可以看到那个刷 buff 的兹诺比亚已经跑过来了，现在才看到，所以是游戏那边出现一些问题。不过也不排除画面太多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显示出来。目前我们是已经可以看到了。那你们可以看到了，其实这个集结有打了一段时间了，我录制的画面是比较迟一点点我预计应该打了至少5分钟时间了，但是老头的血量还没有掉超过1半以下，所以老头要等到集结结束之后再牵程离开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对方也是可以再开另外一个集结锁着他的城市，尽管没有囚笼，对方还是可以让他没有办法离开，并且在他的血量没有被清空之前是完全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高战的玩家虽然城市算是比较安全如果是有一些玩家不小心碰到他们的城市，会直接死掉很多部队，甚至没有多少玩家敢去集结他们的城市。但是同样的也是很危险，如果你们遇到的王国像285这样子敢去集结你的城市，那么你就完蛋了。像我们国际服前阵子就是 AD 的城市5亿战力被93集结，那个也是亏得很惨。不过相比之下，国际服还是比国服安全一点了。现在很多国际服的先锋王国都已经快要死掉了已经很少会发生集结超过2亿以上的玩家他们说第2个集结已经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个集结是开了司机搭配炮王的集结，不过这个集结来的速度有点慢了，如果对方还可以再开第3个集结的话，这个城市可以打得更快。不过一方面也是要考虑到对方可能没有这么多军团那也是一样的，我会把它每一次点开城市看到战力损失多少写在上面。那目前囚笼的时间还剩下大概30秒左右，但是因为他的城市正在被集结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离开。各位可以比较一下，目前他的城市正在被双集结，每一次损失的战力到底有多少，可以看一下上面的数字。第2个集结到之后，他的战力掉的有一点快不过也是要看第2个集结可以持续多久。不过后续又好像调整回来，现在损失没有这么多了，也是大概100万左右吧。我推测第2个集结有可能没有人补兵，或者是补兵的规律没有这么好，所以第2个集结的兵量可能不会太多。因为现在战力损失跟刚刚集结到的时候差别有一点大，刚到的时候大概是200到300万左右，现在损失的战力跟一开始只有1个集结所损失的战力差不多接近吧，有比较高一点。
OK， 那么从画面上各位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城市囚笼是已经结束了，但是他没有办法离开。现在就要看他的城市还有多久才可以开泡泡了。而且我也是很期待有没有第3个集结，目前还是只有2个而已。不过在我看了第2个集结兵量都不充足的情况下，他们要开第3个集结恐怕会比较难了，就算开到出来也没有人补兵。不过就算开了第2个集结过来，这个城市还是剩下一半的血量，哇，所以要搞真的是可以搞很久啊！不懂这个玩家有没有在线？原本老头的城市有 7.29 亿战力，现在剩下 6.28 亿，已经掉了足足1亿战力。就在这短短的1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已经损失了1亿战力。这份报告应该会很精彩啊！现在他是已经替换成哥哥搭配李舜臣，不过看到第2个集结的白字好像越来越危险了，越来越高了。感觉就快要没有兵了，然后现在他又替换成哥哥搭配菠萝头。 OK， 第2个集结已经爆掉了，有看到酷脸跑回家，所以并不是解散。不过第1个集结还没有解散，然后后面又有准备了不少的刷 buff 部队。第2份集结的报告等一下我会去找一下有没有人分享。现在城市的状态，目前血量是已经低于一半了，然后战力剩下6亿左右。假设老头是没有在线的话，他这个血量要被打空，至少会掉2亿战力左右。不过关卡才刚开而已啊，照理来说他不可能是不在线的，而且有待打，所以只能等到狂热结束之后开泡泡。那我现在比较好奇，就是到底是本人在线呢，还是代打在线？假设是代打的话，老头会不会炒掉这个代打？毕竟现在都已经损失超过1亿战力了。那各位可以注意看我的画面，现在损失的战力没有像之前这么多了。各位可以注意看城市所弹出来的白字也是逐渐减少。那看集结方那边应该是刷 buff 的部队已经撤退了，我不确定是不是游戏显示问题，我现在是没有看到任何刷 buff 部队在集结后面的。这样看来差距还蛮大的，有 buff 跟没有 buff。 哦，我现在看到查理马特了，现在又重新刷 buff 了。现在各位可以注意看我上面所写的数字，每一次点开损失的战力，在现在重新刷 buff 之后有没有回到原本的数目。各位可以注意看城市的白字损失多少。我是觉得另外一个集结应该来不及过来了，现在时间过了蛮久，而且目测应该也是没有第3个集结了，假设有第3个集结早就已经过来了。根据老头现在的城市战力来看，目前他是已经损失了 1.2 亿战力，战力损失有一点夸张。哦，开泡泡了，哦，结束没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老头的历史最高战力，他原本最高是 7.3 亿。现在我们做一下计算，集结前跟集结后，在城市还没有治疗之前，目前它是已经损失了 1.24 亿战力，然后击杀数提升了 2.39 亿。那老实说我觉得还可以接受诶，它没有算损失特别多，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很多了。那我手头上也是拿到了报告，可以看到集结方其实他们后面补兵好像补不上来有点乏力了。中途老头也是换过很多次住房，那整体报告没有亏哦，反而有赚一点点。对方是已经阵亡了153万的部队，然后老头是阵亡了941万部队。不过我们要看一下集结方他们所带的部队有什么兵种。其实 T4 会比较多，也是有部分 T5。那其实这样子换算下来，虽然他们阵亡的部队比较多，但是大多数都是 T4 换老头的 T5， 还不算太亏。第一份报告虽然老头赚到的击杀数没有这么多，但是阵亡跟重伤其实没有像对方这么多，算是1比1吧。但是对方是用T4，所以集结方损失了239万的部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是用T4嘛。所以第一份报告集结小赚一点点。我们看一下部队争议，根据争议来查看，老头是穿步兵的专属装备。我刚刚忘记看他的城市有什么部队比较多，等一下我们再回去看。那集结方是用工兵的装备，并且也是全专属。所以双方的争议不算太差，双方的水晶科技应该也是提升满了，所以现在只是看军器的差别而已。那我们回来看一下老头的城市到底有多少的部队。他的城市一共有6688万的部队，其中步兵会比较多，拥有3145万的部队。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是用哥哥来做主将，然后穿步兵的装备了。在他的城市里面只有1个援兵而已，那相信那个援兵呢，应该也是之后要去补兵啊，或者是要建旗帜，但是进到他的城市里面被随机带走，来到这里被人家集结。第二份报告他是已经换了杰哥，可是我印象中我在看画面的时候没有看到杰哥的技能，但是打的时间并没有很长，损失的兵力有36万，损失是比集结还要更多一点点，然后战损比也没有特别好，而且照理来说他也不应该用哥哥搭配杰哥，就算他是换了饰品也没有办法用到纯兵的技能，
从技能还有争议来看，杰哥是没有穿戴任何饰品的。我认为他替换杰哥的可能性是要重新刷新法子。在经历过之前的猫宝事件之后，客服有讲到，其实就算是你的城市里面兵量很多也好，是有上限法子的。而且再根据他用杰哥的时间这么短，所以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刷新法子。而且你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技能是完全没有穿戴饰品替换过去的。并且在这份报告结束之后就马上变成哥哥，你们也可以看到持续时间比较长。在替换回去之后战损比有稍微好一点。再后来他又替换成哥哥刘彻了，这里持续时间也是很短，但是这个战损比其实还不错，比起刚刚用哥哥搭配杰哥还要更好。毕竟他城市的步兵比例还算是比较多的，而且也是用这步兵装备，所以争议会稍微高一点。在刘彻之后又换回去菠萝头了，所以他的那个顺序就是换别的统帅又回去菠萝头。再换回来之后，他的战损比又更加好了，对方阵亡136万，他的阵亡63万而已。在这之后他又替换成哥哥搭配孔雀，这个各位不要模仿啊，是不能这样子搭配的。他也只是为了要刷新而已，你们可以看到他打的时间很短。孔雀本身也不是驻防统帅，而且也没有替换任何的饰品。那他可能也是意识到换错统帅了，所以他后面换成李舜臣。这个替换成李舜臣的时候，应该是等到双集结过来的时候，我有看到他替换成李舜臣的技能。不过替换成李舜臣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只有一下子而已，后面又换回去菠萝头了。这份报告中最后一个显示的报告。在刚刚过程中，你们也可以看到，在后续的时候 buff 部队是已经消失掉了，所以打出来的伤害没有这么高，就变成这个报告反而是驻防那边赚了不少。那最后老头的城市也只剩下 T5 而已，所以这份报告整体来讲，其实老头并没有亏太多，反而他还小赚一点点。那我们回去看一下，这个是他替换驻防统帅的过程，大比较长的时间都是替换成菠萝头。至于那些比较短的，就是刚刚你们所看到的，有替换成刘彻、孔雀、李舜臣，主要还是光靠哥哥跟菠萝头。我们接着看第二个集结报告，那可以看到就如我刚刚所推测的一样，只有3个部队补集结而已。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其实这份报告是集结赚了，会损失比较多也算是可以理解，毕竟开双集结呢，没有一个玩家可以顶得住双集结的。不过好在第二个集结持续时间并没有很长，如果持续到他开泡泡为止，可能老头损失的兵力还会更多。那集结方因为没有多少补兵的关系，所以他们是一开始全部用小号来补兵，里面大多数都是 T4。那因为集结是同时进行的关系，所以这里也是可以看到老头那边有一直不断的替换驻防统帅，反而这边换成哥哥刘彻就没有赚这么多。刚刚忘记看上一份报告的部队争议了，这里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然后就是下一份报告哥哥跟刘彻的部队争议，不过看这个部队争议参考价值也不是很高啊，因为他替换时间其实也没有很长。然后回去菠萝头又换回去孔雀，但是时间没有很久，又换回去李舜臣，最后替换成菠萝头就结束了，这个集结就爆掉了。以上就是老头被囚笼还有双集结的过程跟报告了，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那你们觉得这一波老头是赚了还是亏了呢？在评论区写下你们的想法。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